大家好，我是 Ryan。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末的美国堪萨斯州。一个看似普通的家庭，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杀死了超过20个人。他们开了一家旅店，专门招待路过的旅人，但进去的人很少有活着出来的。这个家族就是被称为血腥本德的本德一家。故事要从1870年的堪萨斯州开始说起。1870年10月，几户信奉灵性主义的家庭搬到了堪萨斯州拉贝特县的奥塞奇镇。这个地方距离后来建立的切里维尔镇大约11公里。其中有一户人家，户主是老约翰·本德和他的儿子小约翰·本德。他们登记了65公顷的土地，位置非常好，紧邻当时西行的主要道路奥塞奇小道。他们先建了一间木屋，一个带出栏的谷仓和一口井。到了1871年秋天，老约翰的妻子埃尔维拉和女儿凯特也来到了这里。本德一家把木屋隔成2个房间，后面那间小的是他们自己住，前面那间开了一家卖干货的杂货店，同时也是厨房和餐厅。路过的旅人可以在这里吃饭或过夜。老约翰·本德当时大概60岁，不太会说英语，就算说几句也是含混不清，很难听懂。埃尔维拉55岁，邻居们都说他非常不友好，甚至叫他女魔鬼。小约翰·本德25岁左右，长相英俊，红棕色头发，说一口带德国口音的英语，但他经常莫名其妙的傻笑，很多人都觉得他是个白痴。凯特·本德大约23岁，有教养且长相迷人，英语说得很好，口音很轻。他自称是灵疗师和灵媒，到处发传单说自己能用超自然能力来治病，还经常举办降灵会，宣讲灵性主义，因为公开支持自由恋爱而出了名。凯特的知名度给本德家的旅店带来了不少客人。虽然老两口不怎么和邻居来往，但凯特和小约翰每周都会去附近的教堂上课。根据当时的一些说法，本德一家被认为是德国移民，但至今没有任何文件能证明他们的真实身份和确切来历。有研究者认为他们可能来自德国和法国，后来移民到美国。187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，伊利诺伊州迪凯特住着一家姓本德的人，分别是53岁的老约翰、49岁的玛丽、24岁的小约翰和13岁的凯瑟琳。除了凯瑟琳出生在法国，其他人都出生在德国。这个线索是否就是后来的血腥本德，至今没有定论。邻居们还流传一个说法，小约翰和凯特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夫妻关系，只是对外宣称兄妹。本德一家搬来后不久，当地就开始出现怪事。1871年5月，一个叫琼斯的男人被发现死在德拉姆西，喉咙被割开，头骨被砸碎。当时怀疑过一个人，但最后不了了之。1872年2月，又有2具尸体被发现，伤情和琼斯一模一样。到了1873年，失踪的人越来越多，而且都是经过这一带的旅人，很多旅行者开始有意避开这条路。1872年冬天，一个叫乔治·牛顿·朗科的男人带着他18个月大的女儿玛丽安，从独立城出发，准备去爱荷华州重新定居，但这一去再也没有人见到他们。第2年春天，也就是1873年春天，乔治以前的邻居，一位叫威廉·亨利·约克的医生，开始沿着那条路挨家挨户打听他们的下落。约克医生到了斯科特堡，3月9日开始返回独立城，但同样失去了下落。约克医生有2个兄弟，一个叫埃德约克，住在斯科特堡，另一个叫亚历山大约克，是经历过南北战争的上校，同时也是堪萨斯州的参议员。他们知道约克医生的出行计划，在得知他没有按时回来后，便组织人手开始搜查。1873年3月28日，亚历山大·约克上校带着一个同伴来到了本德家的旅店。他说明来意后，问他们有没有见过他失踪的兄弟。本德一家承认约克医生确实在他们这里住过，还说医生可能被印第安人杀了。约克上校觉得也有这种可能，就留下来吃了顿饭。几天后，也就是4月3日，约克上校带着一群武装人员又来到了旅店。
因为他听说之前有一个女人在本德家住店时，被埃尔维拉用刀威胁，吓得逃跑了，所以他要当面问清楚。埃尔维拉当时装作听不懂英语，小约翰和凯特则否认有这回事。但当约克上校再次提起这件事时，埃尔维拉突然暴怒，说那个女人是个女巫，诅咒了他的咖啡，还命令这群人离开他的家。这一下所有人都看出来了，埃尔维拉的英语水平远比他之前表现出来的要好。临走前，凯特对约克上校说，让他周五晚上一个人过来，他会用通灵能力帮他找到失踪的格格。和约克上校同行的人都觉得本德一家和附近另一户人家肯定有问题，想直接把他们吊死，但约克上校坚持要先找到证据。与此同时，附近的社区开始指责奥塞奇镇要对这些失踪案负责。于是奥塞奇镇在和谐林校舍组织了一次集会，大约75个当地人参加了，包括约克上校，本德父子也可能在场。大家商量后决定申请搜查令，搜查每户人家。但问题是，尽管约克上校早就怀疑本德一家，却没有人盯着他们。等大家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本德一家已经跑了。集会3天后，一个叫比利托尔的人赶着牛群经过本德家的院子，发现旅店已经空无一人，牲口也没人喂。他马上报告了镇上的官员，但因为天气不好，又过了好几天才有人来调查。镇上召集志愿者，结果好几百人来了，其中就有约克上校。当他们到达旅店时，发现屋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全没了。有人在店里闻到一股恶臭，大家顺着气味找，发现床底下有一块被钉子钉死的活板门，撬开之后，下面是一个地窖，地窖的泥地上满是已经凝固的血。地窖大约 1.8 米深，顶部不到1平方米，底部更小。他们用大锤砸碎了石板地，但没有发现尸体。恶臭来自渗进土壤里的血。他们甚至把整个木屋抬起来挪到一边继续往下挖，还是没有尸体。于是他们用金属杆在屋子周围的土地上探查，特别是菜园和果园那些明显被翻动过的土。当天晚上就找到了约克医生的尸体，脸朝下埋着，脚几乎还露在外面。他们一直查到了半夜，一共标出了9个可疑的埋尸点。第二天早上，在其中的7个坑里挖出了8具尸体，还有1具尸体在井里，井里还有不少零碎的人体部位。大部分受害者都是头骨被锤子砸碎，然后被割喉。有报纸甚至用了下流的肢解这样的描述。一个小女孩的尸体上没有发现足以致命的伤口，人们猜测她可能是被勒死的，或者被活埋了。根据统计，至少找到了11名有名字的受害者，包括威廉·鲍德温·琼斯、本·布朗、W.F. 麦克罗蒂、亨利·麦肯齐、约翰尼·博伊尔、乔治·朗科和他的女儿玛丽安、约翰·格雷里、雷德·史密斯、阿比盖尔·罗伯茨以及威廉·约克医生。如果把那些无法匹配的人体部位也算进去，受害者可能超过20人。那么本德一家是怎么杀人的呢？据推测，当客人住店后，本德一家会安排他坐在餐桌前一个荣誉座位，这个位置正下方就是地窖的活板门，背后隔着一块布帘。客人坐下后，凯特负责聊天，分散注意力。老约翰或者小约翰从布帘后面悄悄靠近，用锤子猛击客人右侧太阳穴，然后其中一个女人会割喉确保死亡。尸体从活板门扔进地窖，晚上再拖出来埋在果园或者其他地方。从后来发现的证据看，有人曾经拒绝坐在那块布帘旁边，结果凯特就用刀威胁他，那人吓得逃跑了。还有一位神父说，他看到本德家的男人藏了一把大锤子，觉得不对劲就赶紧走了。本德一家的消息很快传遍全美，超过3000人涌到了旅店，包括从纽约和芝加哥赶来的记者。木屋很快就被寻纪念品的人拆光了，连地窖的砖头和水井的石块都被拿走了。亚历山大·约克上校悬赏1000美元，按现在的价值大约是27000美元。堪萨斯州州长也悬赏2000美元，约5万4000美元，抓捕本德一家4口。那本德一家是怎么跑掉的呢？调查发现他们乘火车逃走了。侦探沿着车辙印追踪到了赛耶镇，
发现了本德家的马车以及几匹饿得半死的马。他们确认本德一家买了莱文沃斯、劳伦斯与加尔维斯顿铁路公司的票前往洪堡。在到达查努特站时，小约翰和凯特下了车，又换乘了另一趟南下的火车，到了德克萨斯州靠近丹尼森的红河县，从那里去了一个据说在德克萨斯和新墨西哥交界处的地方，那是一个法外之徒的聚居地。执法人员没有再继续追下去，因为当时的执法人员一旦追进那种地方，往往就回不来了。有侦探后来声称，小约翰·本德在边境死于中风。老两口没有在洪堡下车，而是继续往北去了堪萨斯城，据说又买了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票。很多人组织了治安队去搜捕，有人说一队治安队抓住了他们，把除了凯特以外的人都枪毙了，而凯特是被活活烧死的。也有人说他们被全部吊死，然后扔进了河里。还有人声称在一场枪战中打死了他们，就地埋在了草原上，但以上说法都没有证据。3000美元的悬赏始终没人来领。之后50年里，对血腥本德的搜捕断断续续地进行着，经常有2个一起旅行的女人被举报是凯特和她的母亲。1884年，有报道说一个叫约翰·弗利金杰的人在密歇根湖自杀。同年，蒙大拿州抓到一个和老约翰很像的老人，他被指控在爱达荷州用锤子杀人，但那个嫌疑犯为了挣脱脚镣砍掉了自己的脚，失血过多死了。等调查人员赶到时，尸体已经腐烂，无法辨认。1889年10月，密歇根州尼尔斯有2位女人被逮捕，一个叫埃尔米拉·门罗，一个叫莎拉·伊丽莎·戴维斯。他们被怀疑是埃尔维拉和凯特·本德，但经过一番庭审，法官最后驳回了指控，把2个女人都释放了。很多关键文件也已经丢失，他们确实是罪犯，也确实是骗子，但很难证明他们就是血腥本德。本德一家下落如何，至今也没有确切的答案。今天这个案子最让人不寒而栗的，不只是本德一家杀了多少人，而是他们用了将近2年的时间，在人来人往的公路边上，用旅店和灵媒作为幌子，让那么多毫无防备的人丧命。一个家庭从父母到子女全然参与杀人，这种模式在犯罪史上非常罕见。他们消失在历史中，再也没有被找到，留给后人的只有无尽的猜测和传说。血腥本德的故事也提醒我们，在任何一个看似平静的角落，都可能藏着不为人知的黑暗。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。我是 Ryan， 我们下期见。